完成 XY 平面支架后，下一步为各轴的皮带安装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先从 Z 轴部分安装起，将 Z 轴依照射电器所生成的长度进行裁切。裁切时需要注意各条的长度一致，建议使用尺量外，还可以借由皮带上的齿槽来确认长度。接着换到 XY 平面上，将其翻至背面。透过组装球面零件与皮带固定件放入螺母与预插螺丝后，将之前裁切好的皮带对齐4角皮带固定的齿槽后，将球面零件与皮带固定件锁上，以压紧皮带。然后这边建议先将多余的皮带卷起，会比较好作业。4角接完成后，接下来换骨架本身，将4个球面零件与 Z 轴线轨上的滑块进行安装。安装完成后，将骨架背面朝下放置于桌面。接着将 XY 平面倾斜放入骨架中。如果使用安装手册的方式，就必须在此时将 XY 平面吊起。如果将骨架背面朝下安装，放入 XY 平面支架时，可以透过 AB 马达直接将 XY 立起。接下来将已调整好位置的 XY 平面4角与4个已锁上球面零件的 Z 轴线轨滑块进行对接。下一步进入 Z 轴皮带安装。在安装前，将上方舵轮的螺丝稍微放松，手册是提供3圈的量。将刚刚一端已经夹住的皮带由 XY 平面往下拉至齿轮组的皮带轮。如果是倒放，可以轻松地先穿过皮带轮，再往回穿回上方。接下来经过 XY 平面支架时，需要注意4角皆有提供 Z 轴皮带穿过的孔洞，然后将皮带绕至上方的舵轮并转向，拉回至 XY 平面上方，由皮带压紧件夹紧。接着将一刚开始的舵轮螺丝锁上来绷紧皮带。XY 平面的皮带为 Core XY 架构的皮带安装，2条皮带必须为一样的长度，否则未来移动精度上会有误差。配合皮带上的齿槽，再三确认皮带的长度一致。先将皮带固定的零件一侧锁上皮带固定后，并安装在 X 轴线轨上。机构造型虽然因为版本与改装会有些微差异，不过原理与皮带路径会是一样的。将皮带固定零件锁上后，不论哪种先开始，注意皮带为上 A 下 B， 同时需注意要绕过的部分为右 A 左 B。先从 A 皮带开始，拉起 A 皮带并绕过 X 轴右边的有齿舵轮，转向前方后，将皮带插入右前方的舵轮。这边必须将皮带绕过内部的舵轮并进行回转。如果发现不容易将皮带回转，可以将用来绷紧的前端螺丝先拆掉，并使用镊子或是细扁的工具协助将皮带转向。完成后，将皮带穿过 X 轴右侧，并直插进 A 马达侧边。绕过最角落的舵轮后，将皮带带至 A 马达轴上的皮带轮，然后再透过另外一舵轮转向后，拉至机台正后方。注意 A 上 B 下。A 皮带都是走上方的舵轮。接着由后方绕过 B 马达最角落的舵轮后，转向向前至 X 轴左侧，再经过 X 轴左侧后面5齿舵轮后，回到 X 轴上皮带固定的零件。此为 A 皮带的路径。B 皮带也是一样的方式，只是路径是左右对称的。同时注意上 A 下 B， 因为当初固定的方向为同一端开始，所以路径上会是反着走回去。
当两侧的路径都安装好后，将 X 轴另外一侧的皮带固定部分轻锁上并拉紧皮带。这边要注意固定前确认皮带的剩余量应该也要是一样的。两侧皮带都固定锁紧后，将刚刚因为要回转皮带时拆掉的 M3 螺丝装回。注意这2颗螺丝分别用来绷紧 A 与 B 皮带用的，所以在安装上去前，记得将上面的滑块推至最底，再慢慢锁上螺丝，确保两边有一样的皮带张力。接着尝试拉动已固定好的 X 轴上的猎鹰头部分，可以发现移动角度为45度时，只会有一边的马达会运动，这就是 Core XY 的特色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猎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自主 Voron 2.4 系列进度会继续推进，我们下次见。